003航母3月份最新照片显示出怎样的内容？航母2台升降机建造完毕，与美国核动力航母有何差别？这艘航母究竟采用何种动力系统？具体下水时间又将在何时？作为统治海洋半个多世纪，并且被认为会继续统治半个世纪海洋巨兽，大型航空母舰拥有其他舰艇无可匹敌的优势。但航母的建造难度也非同一般，没有厚实的工业底子，很难去建造航母，尤其是8万吨以上的大型航母。过去仅是美国的专利，但如今中国正在打破这个现状。在2019年，中国建造的首艘6万吨国产航母服役同时，另有2艘更大的航母正在位于上海长兴岛的江南造船厂中紧锣密鼓地进行建造。这艘航母就是003型航母。根据3月份最新拍摄的照片，正在建造中的003航母目前已经在船坞内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右侧舰岛处的升降机缺口也已经补上了，这说明003航母的2台升降机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加上3条电磁弹射器的安装工作进入到尾声，可以说003航母甲板上的作业基本已经完成。这也意味着此时的003航母已经具备下水条件。与美国核动力航母不同，003航母仅有2台舰载机升降机，少于福特级航母的3台与尼米兹级航母的4台。同样作为大平板航母，在体积上003航母已经很接近美国核动力航母了。从卫星图来看，003航母长度接近320米，推测吨位至少超过 8.5 万吨。但为何在升降机的布局上，003航母要比美国航母更少呢？是因为技术上达不到要求吗？实际上，003航母仅有2台升降机，也是基于航母甲板利用率因素来考虑。升降机多并不代表这航母舰载机利用率更高，这点就算是美国人也是认同的。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尼米兹级航母在4天内共出动975架次舰载机，然而出动架次的战机基本都集中在甲板上，升降机使用率很低，每天只用了20次左右，并且集中在右侧的2台，左侧的1台与右侧第3台每天使用次数不到3次。因此对于航母来说，即使在战争时期，更多用到的还是甲板上的舰载机，而非机库内的舰载机。因此升降机的使用率并不会太高，而且就算用到升降机，2台也是完全够用的。因此对于大型航母而言，其甲板的设计与弹射器的效率意义更大。也正是因此，后来在福特级航母的设计中，美国设计师特意减少了1台升降机，只保留了右侧2台与左侧1台，并且左侧这1台升降机定义为备用升降机。作为8万吨以上的大型航母，实际上2台舰载机升降机是完全够用的。而除了升降机之外，003航母的另一个争论焦点就在舰岛上了。曝光的003航母舰岛带有烟道，因此可以坐实003航母是一艘常规动力航母。长期以来，关于003航母的核常之争基本可以告一段落。不过，随着003航母确定是一艘常规动力航母时，新的争论点又出现了：003航母将采用蒸汽轮机还是燃气轮机呢？尤其是关于003航母舰岛的一张特写照，更是让这一问题在外界吵翻天。003航母的舰岛体积要远小于中国的前2艘航母，除去烟道，几乎与美国核动力航母相当。越小的舰岛就意味着能为甲板预留更大的活动空间。另外，003航母创造性地采用了大跨度翼桥来协调舰岛与甲板的空间。这种设计下，舰桥朝向飞行甲板一侧有较大的翼桥，而且形状还是不对称的。而在舷侧处没有对应的翼桥，不影响舰桥主体结构，同时满足烟囱的隔热需求。但003航母舰岛的设计也让人难以琢磨这艘航母所用的轮机类型。目前主流的2种轮机，也就是蒸汽轮机与燃气轮机，各有各的特点。蒸汽轮机单机功率大，但缺点也很明显。蒸汽轮机热效率低，汽轮机转速高，且不能直接反转。船用时必须配备大减速比的减速齿轮以及倒车的齿轮箱，这就导致蒸汽轮机船装置设备多且复杂，整体的重量和尺度较大。那么舰岛相对应的应该需要更大的体积才对。目前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以及中国的前2艘航母都是采用蒸汽轮机，而燃气轮机同功率下重量最小，同重量时能让燃料燃烧充分，
燃气轮机与蒸汽轮机相比，通常情况下具有比功率高、燃烧效率高、功率调节快的优点，换到船上就是加速减速时间短。在上世纪80年代后，燃气轮机逐步取代蒸汽轮机成为军舰的主流。中国在052舰之后，主力军舰也开始采用燃气轮机，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与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航母采用的便是燃气轮机。不过一般情况下，蒸汽轮机的功率却要大于燃气轮机，这使得大型船舶更适合蒸汽轮机，就连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也采用了蒸汽轮机设计。一方面，中国在燃气轮机技术上起步晚，比起英国还是有差距。另一方面，若003航母之后要过渡到核动力航母，那就最好还是得用蒸汽轮机。至于003航母用的究竟是哪种类型的轮机，可能要等下水后进行发动机试车才能揭晓。那么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那就是003航母究竟会在何时下水？去年美国 CSIS 智库曾预测003航母下水将会在2到4月份，因此003航母在近期有着随时下水的可能，从卫星图上拍摄的照片也基本能佐证这种说法。而航母下水的时间还可能会基于2方面来考虑。首先，航母下水可能会挑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比如中国4月23号海军节、5月1号劳动节以及8月1号建军节等。像去年中国海军节时，一下子服役了一艘2栖攻击舰、一艘055型驱逐舰与一艘核潜艇来纪念。因此很多人猜测003航母会在今年海军节下水。而除了挑选纪念日，航母的下水其实更有可能以实际进度为依据。比如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是在2012年9月25号，离10月1号国庆节很接近，但还是提前了几天。另外，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下水是在2017年4月26号，离海军节时间接近，但依旧在这之后。因此，中国的舰船下水与服役并非只是追求政治献礼，而是更多的去考虑实际进度。但以此为参考的话，003航母的下水时间就变得很难确定了。因为我们知道，航母下水后依旧有很多的西装工作要进行，很多工作既可以在干船坞完成，也可以下水后进行，比如建岛的各种雷达装置。如果不追求航母的完成度，达到下水条件就下水的话，那么003航母就已经随时可以下水。像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当初可是只建造半个空壳就首次下水了。但如果要追求航母的高完成度，那么航母下水可能要比想象的更久。不过下水后航母的完成度高，也可以很快进入到海试阶段。而从过去山东号航母建造来看，基本上甲板工作大体完成就下水了。因此可以猜测003航母下水时间应该不会让我们等太久，比较合理的时间是在4月份。